红七呀，红七，你终于出现了，亮招吧你！我就是为了亲手杀了你，你怎么可以就这样死了？怎么可以？啊！哇，这个女人好生奇怪，她想洪老前辈死，但见到他死了又那么伤心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洪老前辈不会真的死了吧？你以为就这样可以算了吗？你以为你这样死了就可以结束一切了吗？不可能！我告诉你。你做梦吧你！我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，我会将你切成一块一块的，一半拿到深海去喂鱼，一半拿到山里去喂土猪。啊！我要让你永生永世不得超生，永生永世不得超生！我答应过洪老前辈的，我不能让他受任何损伤的。别动！别过来！你小子到底是他什么人？竟然为了他连命都不要！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再往前一步的话，我把绳索割断。好，那我就依了你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就算是你维持得了他一时，我在这里待上个3、4天，断了你的口粮，你还能维持多久？你少在那废话，退回去！洪老前辈，哇，不会真的断气了吧？啊，这鸡可真香啊！小子，要不要来一块？我真是不明白了，你说你为了一个尸体这么折磨你自己，为什么呀？你还不如把那个尸体交给我，然后你就下山好好的喝碗热汤，好好睡一觉，那样总比现在强吧？真气输进去，怎么好像一点用都没有？杨过，杨过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洪老前辈可能根本已经死了，如果再拖上半天，恐怕不用这个女人出手，我也已经饿死了。不行了，可是我答应过洪老前辈，我一定要坚守。洪老前辈，你放心吧，我答应过你的事呢，我一定要做到。喂，怎么样？你到底想通了没有？我可告诉你，我的耐性可是有限的。如果你长时间让我在这里风餐露宿的，等我抓到你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喂，你在那干什么呢？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，这悬崖深不可测，如果我把这座桥毁了，就只有2种可能。一就是红旗没有死，
他便会运用轻功跃到我这边来，那可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。二，就是红旗死了，就凭你小子，我相信你是越不过来的。所以大不了就是没有尸体泄愤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哼！喂，你还拒啊？雪崩啊！也不知道洪老前辈现在怎么样了。你自身都难保了，竟然还关心他，真不知道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。他没给我好处，我说过要保护他的，我就一定要做到。倒是你这人真是奇怪了，人家洪老前辈都这样了，你干嘛不放过他呀？比起他在我身上注入的痛苦，我对他算是好的了。不可能，洪老前辈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侠义之士，他怎么可能做对不起你的事呢？侠义之士。那只是他这一辈人都死绝了，小辈们对他的吹捧而已。当年的他，那可是非常的坏，假装温柔善良，就连我，也被他给欺骗了。啊！还记得30年前，丐帮与我师兄金轮国师处处作对的时候，师兄派我去暗杀红旗，没想到，竟扯出了一段孽缘。客官，您坐。啊，2碗茶吧。好嘞。我怎么样才能混进丐帮呢？茶来了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姑娘，行行好，给点钱吧。拿，给你。谢谢姑娘，谢谢姑娘。哎，等等，慢慢来啊，都有。谢谢姑娘。别急啊，大家都有的啊，每个人都有份。不客气，每个人都有的。哦，没了。姑娘，我看你武功高强，为什么刚才会被一群乞丐给缠住啊？其实我小时候也没有钱过，所以我知道没有钱的滋味，就当帮人了。你真善良。哎，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莫非你看上我啦？哎，既然你觉得我是个善良的人，那你就帮这个善人一个忙，怎么样？谢谢。姑娘，这衣服不值钱，你拿它做什么用啊？善人自有妙用。走了，后会有期。哎，你饿了？刚才山楂吃多了。可是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呢。好饿呀！好饿。好了，看在你借我衣服的份上，那我就带你去吃东西吧。嘿嘿，走了，走喽。快点啊！来啦！看呀，为了犒劳你，给你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，快吃吧。哇，你不用花钱就能做这么多好吃的？当然了。哎呀，这个，你慢点儿。烤得好香啊！皇宫的御膳房也不过如此啊！你别夸了，这御膳房你一个乞丐又没有去过，你瞎说什么呢？对，没去过。哎，这是叫花鸡，你尝尝。我最爱吃的就是叫花鸡了。
哎，就是他们偷咱们的鸡！乡亲们，别让他们跑！你偷的！抓住他们！好啊！快走，快走！快快快！其实啊，你武功那么高，为什么不打退他们呢？以武取胜，胜之不武。再说了，反正啊，也是咱们错在先啊。你真可爱，贫嘴。哎，你那么可爱，又那么会做菜，假如谁娶了你，那叫一个福气啊！我不这么认为。我并不是一个好人。如果谁娶了我，其实是谁倒霉而已。倒霉？哎，我突然有一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想倒霉一回。你，假如挨一次打，就算倒霉一次的话，我愿意挨千百次，愿意挨一辈子。我们俩只是萍水相逢而已，偶然的相见，该忘就把它忘了吧。告辞。里边请，里边请啊！哎，站住！干嘛？你的衣服和你的脸这么干净，肯定是奸细。我不是奸细。来人，把那个奸细给我抓起来！我不是奸细。你就是奸细，抓！啊，我真的不是，真的。不。啊！我找到你好辛苦，跟我走。走啊！哎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啊？哎，怎么回事？别动！干什么呀你？哎，你干嘛擦我脸啊？你弄疼我了，干什么？我好不容易把我身上洗得很干净才穿上的，弄得我脸上都是，干什么？问题就出在这儿。知道刚才那帮人为什么一眼就看出来你不是丐帮的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你太干净了，丐帮啊就没你这么干净的。那你呢？你自己看看你，从上到下你不是也很干净的吗？哎，道叔说，你身为一个丐帮的人，干嘛这么帮我呀？你就不怕到时候我到丐帮去做坏事吗？你不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这儿长了一只眼睛，能看出来你是个好人。给，拿着它，你就更像丐帮的了。听我的，没错。谢谢啊。好久没见了。喂，你见过帮主吗？见过几次，你没见过？你是新来的吧？哦，没事，别紧张，帮主人可好了，不光武功高强，对我们属下也是非常的关照。哦，等会儿见了就知道了。啊，好。是他，糟糕，怎么办啊？我还要不要杀他？起来吧！诸位汇报的情况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我会尽快去办。另外，
你们说的任务分配有什么变化吗？回帮主的话，今日帮中有许多不是我丐帮的乞丐混入，所以属下特令各分舵舵主亲自点算下属，以排成队形，方便帮主检阅。丐帮的兄弟们，各自归队。你是什么人？混入我帮中是何居心？来人，给我拿下！住手！以后，帮我丐帮弟子都不许伤害这位姑娘。可是帮主，您刚刚行的可是我们丐帮的最高礼仪呀！您怎么会对一个陌生人行如此大礼呢？我主意已定，无需在意。大家都散了吧。都散了吧，散了吧，都散了。原来，你就是红旗。让你失望了吧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是来杀你的？我猜有这个可能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自打我当上丐帮帮主以后，没有做过一件任性的事，不知为什么。这次，我想任性一回，不管结局是好是坏。看招！我打不过你，我走了。姑娘，是非善恶，你一定要看得清楚。你是心地善良的人，以后千万别走错了路。姑娘，哪天你要想回来，我随时等着你。你真的要脱离本门吗？是的，我已经不想再杀人了。你应该知道本门的门规是怎么样一个下场。我知道。好吧，人各有志，不能勉强。开始吧。是。我接受了7击49刀之刑，离开了本门，然后我就去找红旗了。好多年没有这么大的喜事了，不是吗？这位姑娘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想找你们帮主红旗。那你可要等上几天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帮主要娶前任帮主的女儿了，这几天忙得晕头转向，恐怕没空见你了。你说什么？他要娶妻？哎，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。好吧，好，姑娘，过几天再来吧，啊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，人活在世上毫无意义，人的情感更是脆弱的可怕。
来是谁救的你？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耳朵听不到，眼睛也看不见。我只知道，有一个人一直在身边照顾、伺候。直到2个月以后，我一切都恢复了，我才知道那个人就是一直爱慕我的师兄龙九。那会儿我才明白，隔岸的桃花比眼前美，那只是因为隔岸，真正应该珍惜的就应该是眼前，这才是人生的真谛。那不是皆大欢喜了吗？那你干嘛还要恨洪老前辈啊？我当然恨他，他毁了我的爱情，也毁了我的婚姻。就在龙九照顾了我几个月之后，我们准备成亲。可是就在成亲的当晚，我的师兄金轮国师回来了。师弟师妹，成亲也不请师兄来喝杯喜酒啊！见过师兄。好你个龙九，我看在你的面子上，饶了一农，可没有想到，你竟然带他逃出来，在此私定终生。师兄，其实我和龙九，也只是为了过一些正常人的生活，请你饶了我们行吗？少年弟子江湖老，你们已厌倦了厮杀的生涯，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突然少了2名猛将，这损失该如何弥补？那师兄想怎么样？师弟、师妹，你们既然去心已决，师兄不再拦阻你们。可当下，宋、辽、金他们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。我们的人虽然都在船边，可难免会受到牵连。难道你们真的可以视而不见吗？师兄的意思是？我想请你们去大宋打探消息，以此作为与各方势力谈判的筹码。如果你们能够成功，师兄绝对不会拦阻你们。好。与其一辈子躲躲藏藏，被师兄追上，还不如尽快了结此事，以我也好长相厮守。还是龙九懂事，跟我来吧。龙九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就有了不好的预感，很快我的担心就应验了。龙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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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，再陪着你。龙九，龙九，龙九，你醒醒啊！他们偷听我大宋情报，我不得已才……就听了你们的人说话，是不是连我也要杀？那个时候，我武功不济，杀不了他。后来我勤加苦练，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报仇雪恨。可是真没想到，这日复一日，虽然我在进步，他也在进步。最后，我还是输在了他手下。
但是你知道这个人有多坏吗？他明明可以杀了我，但是他却不杀我，还故意把我给放了，藐视我。我苦苦等了20几年，功夫终于大有长进，结果这个人竟然卸掉了丐帮帮主的职位，消失了。请问，如若我再不做点恶事，怎么引出这个自以为自己是英雄侠义的人出马？我去哪儿找他？我是很同情你的遭遇，但是洪老前辈他是侠义中人，他遇到危害大宋之人，难道听之任之吗？那才是万万的不该呢。反倒是你这样老是去连累别人，我觉得实在有点过分了。我才不管什么狗屁道理呢！我只知道这洪七公负我在先，杀我夫在后，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，以解我心头之恨。外面的雪崩好像停了，我现在就要去找他的尸体，把他砍成100段。哎，有我在这里，你不许毁坏洪老前辈的身体。你用了2个很奇怪的字眼，一个是不许，一个是毁坏。请问，你用什么方法不许？怎么阻止我毁坏？你，夏兄弟，你果然言而有信。洪老前辈，你醒了！哎呀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一觉睡得我……哎呀，其实呢，在那个女人砍绳索的时候，我已经醒了。不过我要证明你有没有信用。现在看来，我没有看错人呐。哎呀，洪老前辈，你没事就好了。看住！停！我不和你打了。既然此生我打不过你，那我就多杀些人，多抢些货，算是给你多添点冤孽吧。哪里头？洪老前辈真是崇拜。你这么砍，自己也会掉下去的。能跟你同归于尽，我甚是开心。你就这么恨我？当然了，恨之入骨。罢了罢了，那我们就一起死，免得你再为祸人间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洪老前辈，拉住我！你竟然还想施恩于我，洪七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此生不能报仇，我就宁愿一死。别躲！洪老前辈，抓紧了！洪老前辈，你没事吧？是我对不起他。这种事情不能怪你的。他把过去的一切都告诉你了吧？此事古难全。若是你当年不另娶的话，这种悲剧也不会发生。谁说我另娶了？没有吗？当然没有。自他离开我以后，我就一心一意等他回来。后来，我恩师的女儿拿着恩师的遗书，要我娶她。万般无奈，我只有逃婚。没想到，刚一出门，就遇见了她。要我娶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，我绝不答应。大不了我不做这个丐帮帮主。哼！哎，这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
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流了这么多血，啊？怎么是你啊？啊？谁呀？谁呀？我是红七啊！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？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见？为什么我什么都听不见了？你是谁呀？姑娘，你是谁呀？你怎么能什么都看不见，什么都听不见了呢？你别哭了，只要有我在，我一定养好你的伤，治好你的病。走，别怕，来。那段时间，我抱着他找遍了所有的名医，都说他的眼睛和耳朵能否好，取决于他自己。于是我拼命的想让他开心，希望他可以尽快恢复。大夫，他怎么样？他是哀伤过度了，阻碍了重要的穴位，所以才会这样看不见、听不到。倘若有一天心情开朗了，或许还能有恢复的机会啊。这样吧，我去开2副药啊。多谢大夫，有劳了。好难受，我是不是永远都好不了了？大夫说，你一定会好的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不过你对我那么细心的照顾，我心里真的非常非常感激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小刀之类的？因为我能够感觉到这大自然芳香的气息。我想割一点树枝回去，让我回到家里面，我也能够经常闻到，好吗？给，我帮你割。你干嘛？你为什么要阻止我？你放手！你让我死！我想忘掉那些痛苦的过去，我不想再面对耳聋，再面对眼瞎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让我去死，其实是帮了我。你放手！你流血了？为什么？你又何苦如此呢？我真的是生不如死。一诺，你一定要记着，永远都不要忘记，好吗？好。
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，这里有属于我们2个人的味道。我以为可以永远这么幸福地走下去，没想到突然出现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。帮主，再见，帮主。我已经不是丐帮帮主了，以后别再这样称呼我了。帮主，帮主出大事了！属下知道帮主不愿意再理会帮中事务，可是，如果这次帮主不出面的话，那么江湖中将再无丐帮一派。怎么回事？自帮主挂影离开之后，帮里的几位长老为帮主之位争夺不休，近日来弟子们已死伤无数，求帮主看在前帮主的份上，救救丐帮，调解这次危难吧。这帮兔崽子们，真是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走，看看去。好，帮主。丐帮养我育我，对我恩重如山。丐帮出了事，我不能不管。当我远赴丐帮调解各长老的矛盾时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我回去的时候，邱一农已经不见了。我回来了，一农。一农，他眼睛不好，耳朵也不好，会去哪儿呢？哇，真的好漂亮啊！一农，我要了。好嘞，他的眼睛和耳朵好了。要不再看看别的？哎，这珠子也好看。来，咱们成亲的时候戴这个怎么样？好啊，我都听你的。走，慢走啊，走吧下次再来。鲜花过了。一农，东九，我们走。一农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他是谁？你想干嘛？洪帮主，我们俩已经脱离了门派，只想过一些正常人的生活，还请您放过我了吧。告诉我这是为什么？我已经决定了。东九，我们走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和他再见面会是这样的情景。我心里很恨自己。当初要不是我离开他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心里一直很内疚。我觉得是我对不起他。她应该告诉你了吧？她的丈夫偷听我大宋情报，为了大宋安危，不得不把她杀掉。错了，全错了！什么错了？邱一农当初为了要跟你在一起，不惜背叛师门。他不知道你逃婚的事情，也不知道是你照顾了他那么久。还有啊，等你离开了以后呢，他的眼睛逐渐就复明了。等他眼睛能看见东西的时候，他第一个看见的人就是龙九，所以他以为一直照顾他那么长时间的人也是龙九啊。此话当真？是他亲口告诉我的。冤孽，这简直就是冤孽呀！苍天呀！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？不行，我不能任由他的尸体在这风吹日晒。我要去找他。唉，人世间的情感怎么总是充满了误会和错过呢？祖师婆婆和王重阳如此，洪老前辈和邱一农也是如此。上一回姑姑不告而别，会不会也是有隐情呢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到他，好好的问问他，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在我和姑姑之间重演。洪老前辈，等等我！等等我，老前辈！
怎么从上面掉下来？不过还好你遇到我，我武功天下第一，才能把你接住，否则的话，你命早就没了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……你来告诉我是谁？原来是个疯子。干什么？哼，脾气还不小，敢说我是疯子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天下第一，我武功天下第一。玉朵，玉朵，你在哪？恐怕你未必能算得上是天下第一吧？真正的天下第一，应该是那边那位。还有人敢跟我争天下第一？我倒要看看他是谁。邱玉朵，快点给我出来！爹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原来这小子是他儿子，哼，难怪功夫了得。不过这小子守信重义，人品就远胜老毒物喽。看你功夫不错，你到底什么人？哎呀，原来这个老毒物还是疯疯癫癫的，至今没好。我是欧阳锋啊！哦，原来你就是欧阳锋啊！你还问我是谁？你是谁啊？哼！我告诉你我的名字，吓死你！我叫这儿子，告诉他我叫什么？哎呀，爹呀，你不就是？你就是个臭蛤蟆！臭蛤蟆，你都忘了自己是谁了吧？哦，原来我姓臭，我叫臭蛤蟆。对，你就叫臭蛤蟆，哇哇，臭蛤蟆啊哇哇哇！喂，老不死的，你笑什么？嘿，我愿意笑，怎么了？我爱笑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岂有此理！停，别打了！爹，是我啊，我是冠儿啊。多年不见，没想到你武功有很大的长进啊！哼，欧阳锋，你的功夫也不错，不过比起我来，那是差远了。不比怎么能知道呢？来呀，好啊！爹，听话，我是冠儿啊，冠儿啊！我还有事儿要办，臭蛤蟆，我先不跟你比了。你往哪儿走？还没比完呢！别走！爹呀，别打了！洪老前辈真的有事啊，你别打了！洪老前辈，他和黑老前辈的，我跟他没完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冷静啊，冷静！怎么会找不到尸体呢？会不会他还没死啊？但愿吧，那样的话，我就有机会跟他解释了。爹呀，吃点东西吧。好。爹，上次你走了之后去哪儿了？哎呀，你还说呢？爹到处找你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哼！后来我才知道你来了这里。哼，你知不知道冠儿真的很想你？哦，真的吗？哎呦，乖儿子，爹呀，没有白白疼你呀。哎，乖儿子，你放心，等我打败那个老家伙，爹就带你到处闯荡江湖。爹，其实这位前辈呢，他是个大好人来着。混账！什么大好人？
欧阳锋是个好人，哼，欧阳锋他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。对，欧阳锋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。欧阳锋是个畜生，欧阳锋死有余辜。前辈，他说的没错，欧阳锋就是个畜生。哼，欧阳锋，比内力比不出上下来，你敢不敢和我比兵器？比就比，谁怕谁呀？哎，洪老前辈，我爹的头脑不清醒了，你别跟他比试武功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洪老前辈。好小子，臭蛤蟆！我告诉你，你有一个好儿子，知道吗？这次啊，我就不跟你比了，我算你赢了。哎，岂有此理！输就是输，赢就是赢，还有什么算的呢？哎呀，爹，你就别跟他老人家计较了。你看他年纪那么大了，连胡子都白了，万一他真的累得虚脱而死了，人家会说你欺负老人家的吗？哎呀，乖儿子，亏你提醒。是啊，他这把年纪，就算我赢了他，也体现不出好来。你说的对。是啊。好了，欧阳锋，今天我姑且先放你一马，明天我再接着跟你比。好，来，爹坐。这个儿子真不错呀。完了，又打起来了！别打了！爹，洪老前辈，你们别打了！他老缠着我，不打不成了。这场大战，100年难得一见，你站那儿好好学学吧。哎，我儿子，爹的武功天下第一，哼，怎么可能打不败他呢？你坐着给我好好看着。好了，洪老前辈，爹啊，你们打了一天一夜了，肚子也该饿了，是不是？我给你们去弄点吃的吧。是啊，弄点吃的过来吧，我饿了。哎，我不吃，我就睡觉了。哼。洪老前辈，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情？不是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哎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洪老前辈，我不知道你跟我义父有什么恩怨，但是你看在他一把年纪又疯疯癫癫的份上，你就发发慈悲，不要跟他打，不要跟他争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好了，我答应你。哎，起来！哎呀，这个老毒一辈子作恶多端，想不到到了晚年，居然收了你这么一个情深义重的义子。多谢你了，洪老前辈。哎，好了，我可以不和他打，但是这个臭蛤蟆一辈子仇家太多，现在又神志不清，我是怕他。你放心，洪老前辈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。你千万别让他再害人了。等我找到我姑姑以后呢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要带着她一起隐居山里。好。现在啊，我该去找我那个邱义农了。那咱们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，洪老前辈。后会有期。欧阳锋，不要走！爹，臭蛤蟆，你是要跟我比内力吗？老东西，我今天赢不了你，誓不罢休！爹，洪老前辈，你们别再打了，再打下去会两败俱伤的。不用你管。
吧。放心，爹没事。红老前辈，红老前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这多大点事儿？有本事再来！臭蛤蟆你，别嘴硬！小兄弟，去给我拿块冰去，我喝口水。哦，爹，你慢慢喝啊。爹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洪七公一世英名，想不到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死在这儿。小兄弟，快给我拿点吃的东西来，我不想当饿死鬼。好啊，洪老前辈。快点！爹，你没事吧？你觉得怎么样？你放心，爹没事。爹还要答应这个欧阳锋呢。你真是大言不惭啊！你我都剩下半条老命，你凭什么赢我啊？是啊，比这内力的话，你和我不分上下。可是你别忘了，还有巫术招式呢。倘若比巫术招式，你肯定赢不了我。哼，未必，未必。倘若我使出我们丐帮的镇帮之宝打狗棒法来，就算棍上没有半点内力，你也拆解不了。老家伙，啊，你有你的打狗棒法，你以为我就什么都没有吗？我还有我的蛇掌掌法呢。倘若咱俩比起来，还不定谁输谁赢呢。你敢不敢跟我比？有什么不敢的？哎，洪老前辈，爹，你们都伤成这样了，就好好休息吧，别在这逞口舌之争了。小兄弟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们不决生死，只拆招法，无论谁输谁赢都不打紧。对，儿子，我们不决生死，只拆招数，没事儿。小兄弟，你过来。我把我们丐帮的镇帮之宝打狗棒法传给你。这个打狗棒法只传给丐帮帮主，是不传给外人的。不过你的义父非要跟我比，我把招数传授给你，你打2下给他看看，让他知道我们丐帮打狗棒法的厉害。洪老前辈，既然打狗棒法是不传外人的，那晚辈还是不学好吧。而且我爹现在神志不清的，你老人家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了吧。我只教你招数，不教你心法，等于没有传授给你。你只要把招式打2下给他看看，他看了之后，心中自然有数。洪老前辈，您的打狗棒法威震武林，我是知道的，我爹他未必抵挡得住啊。但是如果我学了的话呢，就等于是帮您打赢了我爹啊，这万万使不得。臭蛤蟆，听见了没有？你的乖儿子怕你打不赢我的打狗棒法，所以不肯跟我学。你说怎么办吧？啊？乖儿子，你过来。爹，哎呀，乖儿子，你放心，我有很多招式没有用的，我能怕他。你呀，听爹的话，跟他好好学，把他的这些打狗棒法演示给爹看。爹一招一招给他破了，让他输得心服口服。好，老家伙，怎么样？我这招破了你那招了吧？36路打狗棒法，你破了我35路，每招都攻守兼备。
果然厉害啊，臭蛤蟆！说起来，你也不错。好，还有什么招数，你就尽管使出来吧。如果你能破我的最后一路打狗棒法，我老乞丐才真的佩服你。好啊，一言为定，亮出来吧！来，第36路打狗棒法叫做天下无狗。此招一出，四面八方都是棒影，尽力所至，就算几十只狗一起扑上来，都会死于棒下。所谓天下无狗，便是此意。棒法之精妙，一真武学绝艺。怎么样，老蛤蟆？想不想得出来这破解的招数啊？哎呦，这，哎呀！我知道了，我终于知道了。我知道怎么破解这招了。哎，爹，托梦成白了。过儿，爹终于知道怎么破的这天下无狗这招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慢了吧。哦，快，演示给他看。好，怎么样，好家伙，服了吧？想不到你这种招数都能破解出来。我老乞丐，真是佩服啊！那是当然。哎呀！欧阳锋，你果然厉害！哎呀，那是当然了。哎，你不是欧阳锋吗？你怎么叫我欧阳锋呢？欧阳锋，欧阳锋。你是谁呀？我想起来了，我才是欧阳锋，我才是真正的欧阳锋啊！哎呦，我终于想起来了，是啊，哎呀，老家伙！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你是洪七公，是北丐洪七公啊！哎呀！哎呦，我没想到能在这儿再见到你呀！我也是啊！哎呦，洪七，哼，真是没想到你也有今日啊！你终于油尽灯枯。再也没有复击之力了。你没死？我当然没有死了，要不然谁把欧阳锋带到你的身边？哼，我真的是感谢老天呐，终于可以让我手刃仇人了。洪老前辈，洪七公，我终于可以把仇给报了。老叫花子，我终于把仇给报了！我终于把仇报了！果儿，永远不要告诉他。
已经够苦的了，让他开心吧。果儿，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！这根绳子为什么会在他这儿？难道一直照顾我的是他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问世间情是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啊。不过呢，这活着的时候能够彼此相爱，死了又能够拥抱在一起，也算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了。老家伙，你就安息吧。果儿，乖儿子，你有没有遇上喜欢的人呢？我喜欢我姑姑。哦，就是那个你称作师傅的人。爹，你是不是觉得不好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爹觉得很好啊。哎，儿子，这人能够遇上一个自己喜欢的人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听爹的话，一定要牵住他的手。哎，这有些人和有些事儿，遇到了就不能放过。如果放过了，就再也回不来了，你明白吗？儿子，其实呢，你别看爹我五大三粗的，是个粗人，其实年轻的时候啊，爹呀，也认识一个好女孩，她的名字叫阿雪。爹对她
那就是一见倾心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？让我去死！哼，我是谁根本就不重要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姑娘，你这么年轻貌美的，死了真是太可惜了。你不懂，我活着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你干什么你？姑娘，你还真生气了。既然生气了，证明你还留恋人间。那为什么要寻死呢？我告诉你，死并不可怕，活着才最难。我相信你有勇气，好好的活下去。你要了我吧，我跟着你走。就这么信任我？怎么都比现在强。我知道你是什么人，我也知道应该按照规矩办事。不过现在我有要事在身，放心，等我忙完了，一定会亲自下批。年少总是轻狂，这件事过后，我就忘记他了。我以为只是生命里偶然的一次相遇，没想到居然会纠缠得这么深。恐怕来不及了。哎呀，娘，我正和朋友喝着酒呢，你急急忙忙把我拉回来干什么呀？你这一走就是1个月，一回来就跑出去喝酒。今天呀，是你大哥成亲的日子。啊，我大哥终于找到媳妇了。什么话？只要有钱就能娶老婆。你说你大哥已经够可怜了，你可不许挤兑他啊！是，娘，我知道了。走，新娘子来了！哎呦，新娘子来了！走，新娘子来了。那个就是，去见见你的嫂子。这特漂亮。娘，哎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羞愧，我从来没想到我们俩要这么尴尬的相处在一起。后面的日子，我经常找借口离开家，我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他。可是想我摆脱的从来不是他，只是自己的不坚定而已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大少奶奶竟然跟人偷情呢，也难怪大少爷身体不好，每天病怏怏的，是不是？可不是嘛！这换成是我的话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二少爷，大白天的不做事，在这里嚼什么舌根？还不赶紧回去！是二少爷。来，让我抱一下。讨厌，来嘛。大嫂，二弟呀，
找我有事儿？大嫂，我大哥毕竟是白驼庄的一庄之主，虽然有些事情他不好意思过问，但并不代表他不在乎。还有我这个做兄弟的在呢，请大嫂做事不要太过分了。过分？我过分吗？我哪里过分了？大嫂，请你自重。倘若你做事再这么不要脸的话，就别怪我这个做兄弟的不客气。出来！饶命啊，二少爷，饶命啊！我是春香啊。春香？是大少奶奶，她让我够了，没你的事，下去。大嫂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么做不是败坏自己的名声吗？别给我听名声！你们欧阳家没有一个好人。你娘禁锢我，你哥折磨我，我好端端的一个女子，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？你知道？你说过来找我，开始我等了一天又一天，但是你没有来，我的心碎了，再也拼不起来了。人在犯错误的时候，总不会想那么多。可是当大错铸成的时候，要收拾就难了。尽管对阿雪，我从来没后悔过，但我真的很对不起她。哦，宝宝乖，挑一个。你看这孩子长得多像你啊！是啊，长得太像我了。阿峰。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向你要什么名分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们有孩子了，你得好好想想我们的将来。我一定会好好想想的。不过呢，也不能伤了我大哥的心。娘，大哥，阿峰，你回来的正好，你大哥呀有件事想要你为他做主。娘，什么事儿？这个女人背着你大哥在外面偷情，你看你怎么处置她？娘，捉贼拿赃，捉奸成双，这种事情可不能乱说呀，这样的话会毁了大嫂的清誉的。唉，既然是自家兄弟，大哥不瞒你了，你大哥我从来就不能尽人事，怎么会有这个孩子？我之所以忍到现在，就是要等你回来，看看你这个武林高手怎么帮你大哥解决这件丑事。阿峰，你大哥从小就残疾，已经够可怜的了，咱们不能再让他吃这个哑巴亏。你要是不敢杀那个女人，那娘就自己来，我杀了你！娘，够了！娘，您别闹了，全都是我的错。大嫂是我玷污的，这孩子也是我的，要杀要剐，你们冲我来，是我对不住你们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冤孽呀！我们家怎么会踏进这个妖孽呢？欧阳锋，你终于承认了。好，我今天就杀了你！不要！阿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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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阿雪，阿雪，闪开！阿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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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可儿，我们来世再见。阿雪。阿雪，阿雪，之后的很多年，我都没有回白驼山。哥哥死我没回去，娘死我也没回去。我想，假如我不回去，也许就可以忘记阿雪已经死了的事实。很多个午夜，我都会梦见她，梦见她等我回来。因为得不到爱情，所以才转成了名誉、金钱、地位。可是这些都替代不了这浓浓的感觉。他就是他，他是你心里面的唯一。所以，果儿，倘若有一天你能够找到你的姑姑，你绝不能放手。无论这前面到底有多少障碍，还有多少坎坷，你都要扛起来。另外，人这一辈子，若生命到尽头的时候，这手里面还有另外一双手握着，这才是最完美的。我知道了。雪，阿雪，你再等一会儿，我马上就要过来陪你了。你高不高兴啊？啊，阿雪。洪老前辈，我爹虽然破了你的36路打狗棒法，但是生死相搏时，又怎能每一招都花时间去琢磨研究呢？所以说起来，始终都是洪老前辈你略胜一筹啊。爹，你教我的我都明白了。一个人即使名气再响，武功再高，结果都难免一死，还不如拥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来得更加实在。想通这一切，旁人看重也好，轻视也好，于我而言又有什么相干呢？只要我找到我姑姑，跟她厮守在一起，我就很满足了。爹，洪老前辈，你们两位好好安息吧。
副都，既然来了，还不进去喝2杯啊？郭大侠，终南山一别，别来无恙啊！各位远道而来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有请金轮国师。这位就是家师金轮国师，大蒙古第一御世法师。师傅，让徒儿为您引荐。这一位正是当年做过我们大蒙古西征右军元帅金刀驸马郭靖郭大侠，而这一位就是郭夫人，也就是丐帮的黄帮主。英雄大会本来是邀请天下英雄共同出席，但是今日阁下不请自来，不知有何贵干？今日我师徒未接到英雄帖，却来赴英雄大宴，厚着脸皮做了不速之客。但是想到在此能够得会众贤，却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咱们闲话少说，各位，依小王之见，今日天下英雄尽聚于此，需推举一位群雄的盟主，领袖武林，以为天下豪杰之长。各位以为如何？你来晚了，我们已经推举了丐帮的洪老帮主为群雄盟主，现在正在推举副盟主，阁下有何高见？洪七公早已归位，你推举一个鬼魂做盟主，以为我们都是死人吗？胡说八道！你这么说，是咒我们洪老帮主吗？好，洪七公既然未死，那你就把他叫出来，我们见上一面如何？哼，我们洪老帮主云游四海，漂泊不定，你想见他，有那么容易吗？就是。莫说洪七公生死难知，就算他现在好端端地站在这里，论武功德望，都不及我师父金轮国师。各位英雄请听了，当今武林盟主，除了家师金轮国师，再没人能够胜任。你要推举一个大家从未闻名、素不相识的什么金轮国师？倘若洪老帮主在此，还能与你师父决一雌雄。可惜他老人家四处周游，看来也没有时间和你师父较量。幸好他老人家和你师父都有弟子，不如今日就由这2位弟子互相较量，如何？也好，既然如此，我都，你就跟洪七公的弟子比试一下吧。是，师父。哼，败军之将何足言有？什么？当日在终南山的时候，他就是郭伯伯的手下败将，今日是他自找的。素闻丐帮有一个镇帮之宝，叫什么打狗棒法，是洪七公生前的绝技。小王不才，想以这把纸扇讨教一下。哼，他可真聪明啊！3言2语冠冕堂皇就避开了跟郭伯伯的正面交锋。但是五娘现在怀有身孕，怎么跟他比我？帮主的打狗棒法从来不乱用，你想试的话，好啊，那就试试他老人家的降龙18掌吧。记得当年与郭大侠在终南山上重阳宫中有过一面之缘，当日郭大侠自称是全真教的门徒，今日怎么又斗胆冒认是洪七公前辈的门徒呢？更何况今日是天下推举武林盟主之争，也是家师金轮国师和洪老前辈之争。郭大侠武功高强，但身兼数门，如若由郭大侠出手，恐怕不会展现洪老前辈的真正本领吧。混账！你别在这推三推四的，有种你就和郭大侠较量较量。你们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天下英雄大会吗？我看不过如此啊。师父，我看我们还是走吧。如果不幸您做了这群酒囊饭袋之首，我怕会影响了您的威名。等等，在下乃是丐帮新任帮主鲁有角，打狗棒法实属初学，本来今天不宜使用。你若非要较量的话，那么在下也只好献丑了。好，小王就领教一下你的镇帮之宝打狗棒法。
这打狗棒法果真名不虚传。可惜了，打狗棒法如此精妙，难道你就会干？可能他只想以此壮声是吧？闭嘴！蓉儿，这打狗棒法虽然精妙，但鲁帮主初学，难免会吃亏的。鲁帮主，没事吧？鲁帮主，你没事吧？鲁帮主，快扶鲁帮主进去。丐帮的打狗棒法也不过如此。洪帮主，打狗棒我已还于你，如果不服，你可以和我过上几招。岂有此理！我师母乃亲经之体，怎么会跟你这种卑鄙小人斗手？不错，先打100出击再说。但我想我休得无礼，退下。天下英雄今日尽聚于此，姑且我们可以比试3场，连赢2场者便能赢得武林盟主之位。不知各位意下如何？好，比就比。好，你们就去决定备战的人选。小王在这里等着。真是岂有此理！这帮蒙古人如此咄咄逼人，看来今日这一战是不可避免了。黄师妹，以你之见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？对方众人之中，武功最高的应该是金轮国师。至于霍都和达尔巴，全真教的几位道长跟靖哥哥都跟他们较量过，至少我们知道他们的虚实。可你现在身体不适，这儿武功最高的是朱师兄、邱道长还有我。霍都功夫不弱，他的师兄更应该在他之上。而那个金轮国师，我都没有必胜的把握。那倒未必，我反而有必胜的把握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朱师兄，你还记不记得《孙子兵法》当中有这样几句话：今以君之下嗣与彼上嗣。去君上嗣与彼中嗣，去君中嗣与彼下嗣。什么上嗣下嗣的呀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吴师兄，这几句话是有典故的。话说当年齐国大将军田忌要跟齐王赛马，孙膑就教了他一个必胜的办法，就是以下等马斗齐王的上等马，以中等马斗齐王的下等马，再以上等马斗齐王的中等马。结果3局2胜，赢了齐王。我明白了，让朱师兄出战霍都，以他的一阳指，一定可以战胜霍都。而我出战他的师兄达尔巴，以我的功力也有必胜的把握。可是，让邱道长出战金轮国师的话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静儿，此事关系着中原武林的毁誉与尊严，贫道又何惜此命啊！道长，靖哥哥，你放心吧，只要我们赢了前面2局，那第3局就不用比了。邱道长又怎么会有危险呢？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爹娘，不得了了！怎么了？大武、小武跟那个霍都打起来了。什么？哎，废物！大武、小武还不退下！师傅，你们2个真是太鲁莽了，小心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请郭大侠放心，小王与2位高徒只是纯属比试，小王绝不会认真的。对了，刚才你们商议甚久，不知有没有选定好比武的人选？我们已经定好了比武的人选，不知你们是谁先比试呢？小王武功最差，自然是由小王先上，其次是小王的师兄达尔巴，最后是家师金轮国师。你们的顺序不会变了吧？小王一向一言九鼎，绝不反悔。既然如此，第1场比试就由晚生来领教领教。晚生姓朱，名子柳，生平喜好吟诗作对，饱读诗书。不过武功非常粗浅，还请阁下多多包涵。
朝思暮想的小美女来了，您老还不上去诉诉衷肠啊？啊？姑姑，你去哪里了？你知不知道我找到你好辛苦啊？我也一直在找你啊，我好想你啊，过儿。我也好想你。姑姑，这次你不会撇下过儿一个人走了吧？我不知道。不管怎么样，以后你去哪里，过儿就跟到哪里。过儿死都不离开你了，好吗？我也不想离开你啊。你们要聊就到一边去，我们还要比试呢。姑姑，我们不要理他们，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单独聊。嗯。姑姑，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我想你，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你了。我本来打算留在古墓，这辈子都不见你。啊？你又跑回古墓了？嗯。哎呀，我真是蠢呐！我还到处去找你呢，我没想到原来你又回古墓了。对啊，你真是蠢，这都想不到。我回到古墓去以后，躺在寒衣床上练功，可是我却想到过儿曾经在那边睡过，还有我们生活的点滴。我好想你，我就出来找你了。我出来找你，头发乱了我也不管，反正你不在，别人看我也不理。找不到你，我就一直哭，你也不好，都不出来找我，也不安慰我。是，过儿是不好，姑姑你打过儿几下吧，就当是惩罚好不好？来，打死这个该死的！姑姑，你笑起来还是那么美。你怎么还叫我姑姑啊？我叫习惯了嘛，嘴上一直叫姑姑，但是在我心里呢，我早就已经把你当做我媳妇儿了。我也喜欢当你的媳妇儿。那你要一生一世都做我的媳妇儿啊？那当然了，当然要做一生一世的，难不成做1-2天啊？你要是敢变心，我就杀了你。那你放心吧，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变心的。对了，姑姑，李莫愁那个坏人呢，他经常会挑拨离间的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话。嗯。娘，朱师伯在那画来画去的，是什么武功？他是画书法为招式，他正在写字。写字？可是我看了这么久，看不出来他写的是什么字啊。他写的是小篆，你平时就懒得读书写字，自然是看不明白。现在他又是在写什么字体啊？他现在写的是张旭的《狂草》。狂草？狂草抖3抖，神仙看不懂。哦。师傅。承让，承让。师弟，师兄，你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岂有此理！押解圣人。非必笑话！比武之前又没有说不允许用暗器。如果刚才被暗器所伤的是小王，小王也一定会认输的。住嘴！朱师兄，暗器有毒，我先封你学道，防止毒发。来，来，师叔。郭大侠，现在被这个蒙古人反败为胜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好，第1场比武由小王侥幸胜出，第2场比武由小王的师兄达尔巴来出战。不知道哪一位英雄敢来领教呢？来呀！靖哥哥，我们已经输了1场，剩下2场绝对不能输。金轮国师就由你来对付，这个达尔巴由我来吧。哎，那怎么行呢？
你身体不适，不宜出战。少娘，万一动了胎气怎么办？国夫人，这个蒙古人打伤我师弟，这场我来。现在情况紧急，也只能如此了。武师兄，你千万要小心。姑姑，你那么久没有见到过儿，你看你都瘦了。当然了，因为想你嘛。那你呢？一天想我几次啊？每天都有想你啊，每天最少200次。才200次啊？不够，我要300次。300次也不够，我上午200次，中午200次，下午想你200次，晚上想你200次。每天晚上梦里呢，都梦到你，亲吻你美丽的额头、美丽的眼睛、美丽的脸蛋。那到底是几次啊？就好多好多次。我也要我的梦里全都是过儿。姑姑你真好。哇，谁呀？你知不知道吓到我姑姑了？啊，武伯伯，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各位，我们已经在3场比武之中先后赢得了2场。那么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，这武林盟主要由家师来担当。哪个王八蛋干的好事啊？是不是你啊？你知不知道吓到我姑姑了？是我，你想怎么样？过来跟我姑姑磕10个响头！小畜生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放狗屁啊？小畜生叫谁呀？小畜生叫你呢！哎，叫我干嘛啊？臭小子，你最好赶紧给我滚，否则别怪小王对你不客气。臭小子又在叫谁呀？臭小子叫。郭大侠，我们有言在先，能赢2场者为胜。现在我们已经赢了2场，难道你们这些中原之士都是一些出尔反尔、言而无信、浪得虚名的小人吗？你们今天的武林大会是不是都是徒弟代表师傅出战呢？不错，我们已经赢了2场，所以这个武林盟主之位理应由家师来当。哈，我知道你们已经赢2场了，可是你们还没有赢我们呢。你还没有赢我师傅的徒弟呢。你师傅的徒弟是谁啊？你傻呀！我师傅的徒弟当然就是我喽。你什么你呀？现在开始算了啊，3局2胜，谁要赢的话，谁是武林盟主。我师傅赢了的话，我师傅就是武林盟主。混账！比完一次又一次，你们仗着人多势众，那比到什么时候才是结束啊？你以为我想要这个武林盟主啊？我根本就不稀罕，谁让我师傅看你不爽呢？你师傅是谁啊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你往这儿看。他怎么样？漂亮吧？臭小子，你敢戏弄本王？本王要你的小命！哎呀！打狗棒法，蓉儿，你什么时候教给过儿打狗棒法的？打狗棒法是不会外传的，我怎么可能教他呢？真是奇怪。过儿，你不用跟他客气，跟他来真的吧，反正他也不是你的对手。嘿，有没有勇气跟我打呀？好，那我就请各位在场的英雄作证，今天我要取这个臭小子的性命，完全是他咎由自取，与人无尤。好，那就请在场的所有英雄好汉为小王做个见证，今天小王就要这个臭小子的命，是他咎由自取，与人无尤啊！多谢大家，多谢。过儿累不累啊？不累。过儿，你过来。鲁帮主，打狗棒拿来。好。这打狗呢，就得用打狗棒。丐帮的信物暂时借你一用，打完狗必须还之。是郭伯母。还有，逼他交出解药，替我们出口气。喂，还打不打？说什么呢你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白白跟你打的，要不然的话呢，咱们就赌点什么吧。好，如果你打输了，就跪在本王爷的面前磕3个响头，叫爷爷。叫什么？叫爷爷。哎，乖孙。臭小子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，只要我赢的话呢，你就一定要交出解药。我能输给你？别妄想了！哼！
嗯，哼哼，嗯，嘿嘿，嘿嘿，哼哼。臭小子，说，你师父到底是谁？你是不是聋的？我说了800多次了，他呀就是我师父。3局2胜，我们已经赢了2场了。武林盟主是我师父的了吧？一个黄毛丫头，怎么可以坐上这武林盟主之位？既然你这么想跟我打，我就陪你打2招。好啊，如果你接不到我10招，又当如何？接不了就接不了，又应当如何？姑姑，万事要小心啊。嗯。哼。蓉儿，这姑娘年纪轻轻，恐怕不是金轮国师的对手啊。既然过儿能让她上场，我看这位姑娘的功夫应该在过儿之上。喂，已经超过10招了，你还打？剑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你们中原武林人士真是卑鄙，以多欺少，贫僧今天无话可说。王帮主，郭大侠，后会有期。大师内功精湛，郭某深表佩服。